啥事儿？你说。翟总最近拿了笔投资，我想做手机。做手机在行啊，首先一定要听网友的，网友要什么咱们就给他加什么，你说对不对？对，一定要听用户的需求，什么1万毫安时的大电池啊，8K 的屏幕啊，电影级别的影像能上的一定都给他上上。是的。设计师这块不是爱马仕的，最次也得是 LV 的，全贵金属打造，什么钻啊、金啊、银啊，能上的都给它上上，是不是？是的。我们造手机的宗旨就是不求最好，但求最贵。还有一个。Hello， 大家好，我是王炯，欢迎收看本期小白测评。今天我们又在第一时间为大家带来 iPhone 13全系稍微少了一个13 Pro。现在录制视频的时候是北京时间的凌晨12点多啊，时长可能会稍微有点长，因为东西是非常多。有这次卖的非常火的粉色远峰蓝色13系列，王守义说香不香不算。香不香你说了算。包装上也今年又环保了，大家先把环保2个字打在公屏上。今年取消了外边这个塑料的这个包装膜，它其实只是做了一个小小的拉条，就这么多啊。它是在这个盒子的内侧，包括这个盒子的后边做了一个小的拉条，然后顶部也有一个一模一样的。下面的配件呢，还是一如既往的环保啊，就是一根数据线。13 mini 这边我们特别选择了一个蓝色，因为在去年这个蓝色还引起了很大的讨论，还上热搜了，说它像这个什么拖鞋蓝是吧？这个蓝色你单看好像没什么特别的，但是我们把 iPhone 12的这个蓝色放在这儿，这个 mini 呢有点那种牛仔布、牛仔蓝的那种感觉苹果也是听进去意见了，不能做了半天做了个蓝色叫什么垃圾桶蓝、拖鞋蓝是吧？这个粉色真的是我一大男的钢铁的不能再钢铁的一个直男啊！这次真的都觉得这个粉色它卖断货是应该的，它确实是非常漂亮，真的是一丁点儿不俗气，猛男必备啊！这个小姐姐必备，应该会引起机圈的一阵效仿，确实是非常漂亮的。这种纸质封签的方式，其实刚一出来的时候我自己都有疑问，这个怎么能够确保原封呢？这个现在来看还是能够确保的。当然不要小瞧这个山寨厂商，这个是难不到它的。这种纸质封签的方式，其实在它的配件上之前就有应用啊，就有点那种牛仔蓝的感觉。当然它要更灰一些，因为它是这种硅胶材质，它是有这个 MagSafe 的啊。这个新发布的卡包呢，增加了一个定位的功能。如果特别不小心比如装口袋的时候给它给蹭掉了，它还会提醒你。平时用卡包可以搞一个，但是也不便宜啊。这个里边可以装3张卡。外观 ID 方面呢，其实之前跟我们做的预测呢是基本上一模一样的啊，全中。然后 mini 这边呢，它这个镜头是做成了这个斜对角的这个形式。这个13和 mini 镜头参数呢，我们就直接给大家打出来了。它其实就是去年这个12 Pro Max 上的这个主视跟广角，加入了位移式的这个防抖，这次全系都有，这一点上还是不错的。电影效果模式应该是今年最大的亮点啊！片头的小短片大家也都看到了。如果觉得我们情绪还算到位，给我们波3连啊！在这个模式下呢 ，iPhone 可以自动识别主体并虚化背景啊，可以根据人物、物体自动转换焦点，实现电影般的拍摄手法。苹果自己还拍了一个叫 Whodunit 的短片啊，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去看一看啊。它没有一词一句啊，就讲述了一个侦探断案的小故事。除了片头的大腕梗，我们还尝试了另外一个扫毒5年梗。5年，你知道这5年我是怎么过来的吗？它续航这么差，这么卡，我一直坚持在用着，你知道这有多痛苦吗？iPad mini 6更新了，再见。我知道自己的演技很一般啊，但如果没有景深和自动变焦的效果，不光画面看起来失去了纵深感，你也很容易被从身后走出来的这个人吸引注意力啊！这有多重要呢？在复联2里啊，美队尝试拿起雷神之锤的这个片段，就通过切换焦点，告诉你美队很有能力，雷神也很吃惊，以及为美队之后拿起雷神之锤埋下了伏笔。8秒钟用镜头讲故事。5年梗这个片段视频效果其实不是重点，你可以说我手动点焦好像也可以啊，但这段视频其实是没有摄影
影师的。中秋假我们人不够啊，只是用支架架好了手机，对准我们就直接开拍了。而电影里面想要实现刚刚的效果啊，至少需要2位专业人士来配合，一个摄影师搭配一个跟焦师，跟焦师就是负责实现变焦效果还需要专门的跟焦器，这是一个非常复杂且专业的操作。虽然现在已经有了自动跟焦，但是为了实现精准控制啊，还是需要跟焦师，毕竟设备有时候并不是那么靠谱。其次就是跟焦师也是消耗品。焦点谁跟呢？现在苹果让你一个人直接摁一下快门就可以实现这种效果了，牛这个字可以打在公屏上。但是我相信不止我们一个人啊注意到了一个细节，苹果的演示片里边基本都是固定的机位，怎么着这移动拍摄就不行了吗？应该也有人注意到了，我们片头大腕的那个小剧情其实就是移动跟拍的效果，这焦点转换完全由 iPhone 13 Pro Max 自动识别的。真的说实话，由于时间紧，我们甚至都没有排练，一次就直接完成了。反倒是上一个扫毒5年梗，由于是一个 pad 加2个人物，我们拍了3次。后面注意啊，更牛的来了，打开相册找到视频，选择编辑，然后你就可以自由的选择对焦人物了。苹果在拍摄视频时保留了大量的景深信息，我们还可以在这里修改光圈的大小，从而改变景深虚化的程度。再次提醒，这是完全自动完成的标点，不需要你操作，跟我们一开始判断的有些不一样啊。这个功能呢，其实并不是依靠 LiDAR 激光雷达实现的 ，iPhone 13和 mini 甚至前摄它也支持这一功能，而实现这个效果的核心，那就是 A15 的算力，这就是计算影像。不过受限于算力和技术啊，这个功能目前只支持到 1080p 30帧，对于专业人士而言就不太够用了。在我们拍摄扫毒5年梗那个片段的时候，由于出现了多个主体，也偶现了焦点回跳的情况，好在后期可以改啊。1080p 30帧啊，也足够让普通大众无需学习什么专业的知识，无需购买什么专业的设备，就可以体验到这种拍摄的乐趣。我觉得这就是这个功能最大的价值了。微距也值得说一下，因为它还有点不同，2厘米的近距离拍摄，这一点不新鲜啊。这重点不是拍照，而是拍视频啊，比如微缩景观、花花草草，你可以用微距来拍摄慢动作和延时摄影啊。比如我们尝试了一些落叶的镜头，以及 M 豆逐渐化开时的延时。无论是拍照还是视频方面，它反应还是非常灵敏的，就是你推进了它就识别成微距啊。不过目前这个版本啊，它没有开关，比如就想通过主摄拍摄景深效果时推得比较近啊，有的时候会识别成微距啊，不知道后面会不会加一个开关。摄影风格在发布会上也着重讲到了，在拍摄界面点击箭头就可以看到这个图标，选择想要的风格。苹果默认预设了4个，你可以根据喜好调节色温和色调啊，将4个都改成自己想要的效果啊。比如拍摄女朋友的时候就可以低饱和度啊，偏暖色一些；阴雨天的时候使用冷色调可能有小伙会说了，这和我拍完了后期调这不一样吗？还真不一样。这个功能下做的调整啊，它会自动识别人脸啊，不影响人物的肤色，不会因为冷色调啊让你女朋友面露寒光。而且啊，这是一个功能前置啊，它不需要你去后面调了，你提前设置好了自己的喜好啊，不需要每次拍完的时候再去微调。功能前置确实可以更加方便个性化拍摄的用户。前面聊了3个新功能，再来说一下基础拍照啊，参数直接给大家打出来。这 Pro 系列是全系升级，13系列直接是拿了前代大哥的配置，直接看样片。在目前的测试版本下，我们还有点意外，这3台 iPhone 拍出了3种不同的色彩倾向，这色彩表现上有些飘忽不定，也没有什么规律。之前12系列其实是相对统一的啊，大家可以猜一下这组口粮的照片，1、2、3、4张，哪台是13 Pro Max 拍的？毕竟都是大旗舰了啊，在大多数的场景下，13和 Pro Max 啊表现还是非常出色的。这个主长广3摄白平衡依旧是非常统一。在夜景方面呢 ，iPhone 算是很坚持啊，这个贯彻了之前保留灯光效果的风格，并不会怎么压制高光。拍摄霓虹灯或者说路灯的时候还不错，可以保留这种灯光的质感。但是在拍摄店面招牌的情况下，会因为过曝看不清楚细节啊。不过在极限暗光方面，因为更大面积和更大尺寸的子像素，13 Pro Max 的表现肯定是要好于12 Pro Max 和13的。取景框预览上啊 ，iPhone 依旧是非常强，这代照上一代的表现也更好，画面更亮，细节更多。在鬼影方面啊，我们也专门做了一些测试，结果就是没有改变，和上一代12基本持平。其实，在苹果的宣传片里啊，大家也能看到啊，没有给后期 P 掉啊，这一代苹果还是很诚实的。简单总结，在拍照方面啊，这个软件体验和最终出片，安卓和苹果啊还能打个有来有回。但是在视频摄像方面，中肯的讲啊，用一句发布会上的话就是，别人还在追我们2年前的效果。
厚度方面全系都增加了 0.25 毫米。关于 mini 呢，其实大家最关注的就是2个点，第一个就是电池增大了一些，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拿到官方的参数，有这个瓦时的参数，我们给大家打出来，它是提升了11%左右。后面我们有这个实测数据，续航可能是 mini 用户最关心的然后屏幕方面呢，这个 mini 和这个13都是增加了200尼特，但是 HDR 呢也能激发到1200尼特，476的 PPI 是全系里边，因为它屏幕比较小嘛，最精细的依然是增加完了之后只有140克，这个 mini 手感真的实在是太爽了。不太好的消息就是它依然不支持双卡，网上好像是有一些这个第三方改这个双卡服务的非常不建议。iPhone 13增加完重量之后呢，它是达到了173克这个重量依然还是比较轻的。关于这个刘海其实我们刚才仔细量了一下它确实是缩小了，整体缩小了20%的这个面积它两侧呢缩窄了，但是它是要宽了那么一点点。听筒的这位置呢，也是跟之前爆料的一模一样，加到了这个中框和屏幕中间的位置。这个远峰蓝色确实是非常的好看，但是呢，官网上的图片其实是有一些亮的，你实际拿到手的时候，你会感觉它是灰灰的。其实我刚才说了，它全系这次都是这种风格，有点那种莫兰迪里边还要再加一点灰的那种感觉。我们这是 Pro Max 所以说镜头加大了之后，你感觉视觉上感觉还好，但是那个13 Pro 确实是不太和谐的，因为感觉就比较突兀。它如果加上一个都别那种比较厚的那种壳就一个最基础的一个壳，然后最基础的一个膜，准半斤机大家把准这个字一定要打在公屏上不过增重之后里边更有货了。我们一切来看实测数据。这次我们真的是连夜给它测出来的这期就不要白嫖了。首先大家最关心的 A15 芯片依旧是2+4的核心设计，从 A11 开始苹果已经连续用了5代了。这次的 A15 继续提高 CPU 大核主频 3.23 赫兹，提升约 8%。Geekbench 5 CPU 单核 A15 最高得分1745，相比 A14 提升了约 8.7%， 很符合 CPU 频率提升的幅度多核上13 Pro Max 最高达到了4880分，比 A14 提升了约 14.6%， 一如既往鸡圈木秒全。GPU 有点意思，13和 mini 为4核 ，Pro 是5核的这也是苹果首次在 A 系列处理器上做出了高低配的设计。3D Mark 跑分13 Pro Max 11550，13得分10219，少了一颗核心，给两者带来了约13%的差距。跑分相比 A14 Pro Max 提升了26%，13提升了11.5%，内部竞争都很激烈要知道，目前高通最强骁龙88 Plus 得分仅5908麒麟9000得分6904，综合苹果要领先近1倍我就说还有要追的吧。A15 在 CPU 层面和之前的架构基本一致，依靠提升主频换来的性能提升，最高14.6%，感觉今年有点少但 GPU 就是一骑绝尘了我知道现在肯定有人弹幕飞这个发热降频，别急，后面我们有测极限原神最高画质，当然在测试之前还是要先数个锯齿，其中13和13 Pro Max 在最高渲染精度的模式下，渲染分辨率都是1741×805，约140万像素点，13 mini 略高一些，143万像素点，但也算基本持平目前安卓的138万。在中渲染精度下 ，iPhone 118万像素点，也就是说，原神最高画质目前 iPhone 13系列和安卓手机原神的渲染分辨率是基本一致的这也是后边测试的基础废话不多说，直接看实测。半小时原神13 Pro Max 平均54.3帧，游戏前13分钟是非常稳定的，后面出现了一些发热锁帧。13和13 mini 的调度策略基本一致，平均帧率都在53帧左右，和性能更强的13 Pro Max 并没有拉开什么大的差距。单从帧率上来讲13系列的游戏表现是非常不错的，要明显好于平均48.6帧的12 Pro Max。功耗方面，小杯13 mini 最低整机平均只有 3.77 瓦，原神3.77瓦，是不是第一次看到？考虑到屏幕尺寸的原因，4款 iPhone 的功耗瓦数可以说基本一致，跑得这么高只有4瓦左右，这其他平台确实是不能比了。帧率方面，13 Pro Max 也是高了6帧，对比一下麒麟和高通 A15 的综合能效确实非常优秀。最后来看一下发热，半小时原神纹身曲线，13 mini 机身最高46.3摄氏度，后续一直在46度左右13和 mini 的调度基本一致，机身最高46.7摄氏度，其中搭载5核 GPU 的13 Pro Max 发热更高一些，10分钟48.5摄氏度，20分钟机身达到了最高的49.8摄氏度，最后强顶住没过50。重复一下测试环境，数据库的所有数据都是在25度这个环境里面进行测试的。总结，在帧率功耗基本一致的情况下，减配版的 A15 发热控制要更好，整体相比于上一代的 A14，A15 的帧率明显要更高，
高，发热却更低，且温升速度明显要更慢了一些。单从这款大型游戏来说 ，A15 的表现确实非常不错。下面就是大家非常关心的续航了，其中13 Pro Max 的电池提升最大，约4325毫安时，13和 mini 分别提升到了约3208毫安时和2392毫安时。但需要注意的是，只有 Pro 的2个型号才有120赫兹，也就是 ProMotion 自适应刷新率技术，支持10到120赫兹根据画面自动调节刷新率。苹果这边也是不支持强制全局120赫兹的，但是可以在设置里边限制最高帧率到60赫兹，就是要更省电一些啊。虽然我们知道有很多小伙伴一直表示苹果的60看着也很流畅啊，但是当你真的看到了苹果手机的120赫兹，我手里的60赫兹12 Pro Max 瞬间感觉就卡了。120赫兹的13 Pro Max 桌面滑动明显要更快啊，各种 App 滑动也更加流畅。当然你在安卓机这边也见过很多了啊。在这段时间的使用之中呢，自适应的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我们并没有感受到帧率自适应调整时带来的什么卡顿感啊，并没有。高刷好是好，但是也要看续航顶不顶。小白测评数据库3小时轻度续航测试，13 mini 胜于了53%，13胜于64%，位列第3。13 Pro Max 胜于68%，比12 Pro Max 高了6%，成功霸榜3小时第1名，表现不错啊。当然这还算正常，5小时重度续航测试啊，就感觉有些离谱了啊。13 Pro Max 在开启120赫兹自适应的情况下，胜于了35%的电量，相比于上一代12 Pro Max 提升了21%，又霸榜5小时第1名了。60赫兹的 iPhone 13也有些离谱，约3208毫安时的电池剩余了23%的电量，相比于没电关机的 iPhone 12，足足高了23%。就连2400毫安时都不到的13 mini 也能撑过5小时的续航测试了。数据总结 ，A15 的 CPU 性能提升不算大 ，GPU 提升不少啊，但是也仅限于 Pro 上的满血版本 A15。当然，这些跑分都是浮云，最重要的还是 A15 对功耗以及发热的控制。我们这阵子最直接的感受就是手机续航的提升。13系列手机的综合能效比，确实还是要再说一句，一骑绝尘了。我前面就说要追的地方还很多吧。OK， 时间到这儿其实应该已经不短了啊，但是呢，前面这些内容啊，这个都是在传统的测评或者说体验视频中呢，大家都能看到的。后面呢，我们想聊3个一些特别的点啊。首先第一个就是环保问题，我觉得取消塑料薄膜这件事情还是一个挺好的事。这个大公司提环保可能只是为了一个营销这个形象啊，对，肯定是有的。但是呢，它有的时候确实有一些方式够直接，有一些方式不直接。就比如说取消充电器这件事儿啊，包括我自己，就是大家也都觉得这个都不够直接。但是取消塑料薄膜这件事儿，如果要是大家都跟进的话，这个光苹果是吧？它这个 iPhone 今年1年就几百吨，那么如果大家都行动起来呢，是吧？这个可能会真的带动起一波减少塑料的这个使用。确实有一些小伙伴担心啊，就是没有了这个塑封之后，这个外盒可以保存的就没有那么好了。哎呦。我们这个就稍微划了一下，确实有这种可能性。比如之前我们拆这个索尼产品的时候，它的那个也是通过那个竹子的那个纤维做的那个盒子，对吧？那个降噪耳机，然后它的这个胶水啊，其实这个内外都是有这个胶粘上去的这个纸质的封签，其实也是环保的这个胶水，它在这个使用的过程中呢，不会对这个工人呢产生一些什么伤害。包括我们刚才这个掏这些东西的时候，这个袋子啊，其实它有一个名称叫豆渣纤维来去做的。就是也是一种环保的这个纸袋子，这个是不是噱头，是不是为了提升所谓的这个品牌形象？我觉得每个人有自己不同的判断，但是你要说他什么都没做为了做而做，它确实有很多东西都是奔着环保那个方向去的啊。然后第二个就是处理器，今年的这个处理器呢，它是采用了台积电的这个 N5P 的这个制程工艺啊，之前的这 A14 的时候啊，它是N5的一个工艺，在晶体管数量上，之前 A14 是118亿，然后这个是150亿A15，但是 N5P 和 N5呢，其实它这个密度的提升没有那么大，这个150亿晶体管呢，也就意味着这个处理器的面积会增大。之前我们在处理器专题的时候跟大家讲过，这个处理器的面积越大，其实它的良品率是越低的，也就意味着成本也要更高啊，这个。是吧？成本更高，你看今年就有3档位了，这个不同的这个 GPU 啊，或者说主频啊，都是有一些小区别的。说到这个成本啊，又牵扯到这次的这个价格。价格方面呢，今年啊是加量不加价，应该说是全系都有个500块钱左右的这个降价。包括前面发布会解读那期视频，大量的小伙伴都认为是汇率的问题。如果你详细的查一下，就是去年跟今年对比一下这个汇率关系啊，其实真不是，就是没有那么大。
即便算上汇率变化呢，其实也确实有降价，而且从根儿上来讲啊，这个汇率的变化呢，对这种全球集采且量这么大的这个产品啊，售价影响是很小的，除非这汇率有巨大的波动。这个人民币和美元其实没那么大，这种全球量级的元件备货啊，都得提前数个月甚至1年之前都已经开始了。其实各种因素的波动都比汇率影响要大。比如说啊，这个全球疫情啊，国际物流成本飙升啊，如果有相关行业的人应该有了解，整个全球芯片大类也都在涨价，这国内厂商也都讲过好多次了。当然，我们这么讲也不是说它有多良心啊，其实任何一个产品这个定价都是通过本身产品亮点多少、市场占有率，还有就是它的成本是多少来去综合评定的一个价格。它今年确实是把价格往下调了其实我觉得这个不重要，是吧？它便宜了或者不便宜，你自己决定啊，对吧？这个肯定没有我们动态里边正在抽一个 iPhone 13重要啊！祝你中奖。OK， 最后最重要的购买建议，现在刚刚开售没多久，很多小伙伴还在持币观望。这个我就说的直接一点，如果你要是其实 mini 也不用讲，这个 mini 是非常区分用户的啊，就是喜欢它的人很喜欢不喜欢它的人就不喜欢。争议最大的应该就是13和12的选择。综合体验完了之后，其实新的颜色吸引力还是非常大的，尤其是这个粉色，其实星光色那个也特别漂亮啊。然后哎呀，这种看过了，但是没有真机，真的非常难受啊，就是后背板是白色的，然后这个中框呢是一个淡淡的金色啊，你脑子里面自己脑补一下啊，那个场景啊，那个颜色就是那样的。如果你不是特别 care 新的颜色的话，我觉得12的竞争力依然还是非常大的。在 Pro 系列上，今年性价比最高的应该说是13的 Pro。今年的 Pro 系列呢，还是明显的做了这个用户的区分，就是非常专业的玩影像的。我知道这时候弹幕有人说了，这个专业玩影像的，谁用它呀？都用相机了。我觉得这个我说的这个专业玩影像的是拿手机专业玩影像的啊，手机用户啊，就是特别注重这个手机的影像体验的这帮人。这4台机器，你最喜欢哪一个？想入哪个呢？大家可以走波弹幕。后期呢，拿到 Pro 之后，我们再跟大家分享更多内容和精彩。大家在全网搜索关注小白视频，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